大家好，我叫孙熙啊。我是一个公司法务，就是脱口秀急需的那种法务朋友。其实我工作有10几年了，一直都没有什么成就感，因为多年的工作经验教会我一个特别重要的道理，就是法律庄严不可侵犯，但法务可以。我做过的最受摧残的一份工作是在一个暴雷的公司里讨债。我们当时突然爆发了200多起风险诉讼，有几十亿的货款没有追回，领导就扔给我一沓判决书，让我去讨债。我当时特别不能接受这个工作安排，就堵了领导3天，想问他要一个说法。然后领导说：“小孙，你看这精神状态，多适合要债呀。”然后我就被流放到了新成立的催债部门，那就约等于是我司的宁古塔了。就是领导对团队建设有他自己独特的理解，所以我们那个部门啊，就有那种不得宠的，有犯过错的，有块头大的，有长得丑的，还有那种一看就特别讲义气，但脑子不好使。然后有一个大哥，本来他不需要来我们这儿，但是他喝醉了，说自己小时候学过跆拳道，直接就被空降到我们这儿做了小组长。然后我上班的时候呢，经常就觉得恍惚，觉得自己工作在一个黑帮电影的剧组里。那时候我还有点清高，因为我是团队里唯一一个211毕业的法学硕士。但你们知道吗？当我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，居然毫不违和。我有时候对着镜子看着我这张脸，我都想说：孙熙，你是不是融入社会融入的太快了呀？你也太社会了呀。然后你们也明白，我们虽然看着比较草莽，但其实都是公司里的弱势群体。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要债的时候特别紧张，想叫2个保安来陪陪我们，直接就被拒绝了，因为我们公司也欠别人钱，保安得留下保护领导。然后催债真的太难了，尤其是法务催债。你们想一想，法务怎么可能要到债呢？我们脑子里学了那么多的法律限制，我们行动起来很保守的。你知道每次催债的时候，我都是以说服和感化为主，必要的时候还带着一些哀求。就是在干这个之前，我一直以为讨债的是孙子这句话只是一句玩笑，直到我认识了200多个爷爷奶奶。他们真的都可厉害了，真的，每个人都不只有一个孙子。所以每次要债的时候，我们就像葫芦娃一样围在爷爷的身边。每个娃都有一些神通，但就是谁都不能从爷爷身上要回钱来。当然我们也不是每一次都这么窝囊的，我也有过一些职业的高光时刻。就有一次我们公司要去外地要债，就给我们租了一辆高高的大卡车，拉着我们往郊区开，我们就满满当当的站在那个卡车上边。那是我第一次坐敞篷车，我当时背着法律文书作为我的法律武器，其他人就站在我身后，拿着他们能找到的其他武器。那一刻入戏太深，我都忘了自己是个法务，就觉得特别的斗志昂扬，今天一定要做一番大事了。然后我们就被警方监控到了，说有疑似流氓团体在往郊区集结。我那个时候还挺年轻的，做事很完美主义，所以当我被警察定性为疑似流氓的时候，我特别羞愧。我说：为什么只是疑似流氓呢？我们是哪儿露出了破绽？这句话也太否定我们的能力了吧，听着像我们 cosplay 流氓一样。然后当时警察就特别担心我们暴力催收嘛。我说：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，我们只是流氓，又不是法盲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其实是个法务。警察听完更惊讶了，啊，什么团伙里还配了法务？后来警察就让我们登记个人身份信息嘛，然后就在填职业的时候，我犹豫了，在流氓和法务之间，不知道填什么。我以前从没想过流氓也会成为我的一个职业选项。那一刻悲从中来，就想起了老师对我的很多教诲，
不是说好只要好好学习就不用干这个吗？然后那一天我们是上午出发，凌晨3点才回家，第二天居然还要上班。那一刻我就特别的愤怒，因为我意识到我们装流氓的比真流氓还要辛苦。真流氓只需要夜里出来就可以了，你们见过早八的流氓吗？然后我在那个公司工作了1年半吧，几乎就没有要到过什么钱，就偶尔不小心要到钱，也会有那种意想不到的烦恼。就有一次有一个债务人特别的配合，主动说要把公司这个月的流水都给我们还债，很感动。然后我就收到了500。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的等那个万字？没有，只有500。他欠我们1个多亿，只还我们500。我都感觉这500不是用来还债的，是爷爷给我的压岁钱。然后按照公司的规定，就每一笔还款都要准确的登记在总公司发放的债务登记表里。但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填那个表嘛，我不知道它是以万元为单位的，只取整数。所以当我那个500输进去的时候，一回车就变成0，一回车就变成0，就真化整为0了。你知道我人活那么大，我第一次觉得小数点好残忍呐，感觉500被逼得投河自尽了，连个水花都没有，连个尸首都找不到，他被困在算法里了。我当时真的特别的慌张，我说我到底要怎么和领导解释？我说领导，你别看它是个0，其实它是500，这个0能花，这叫零花钱。领导会怎么想我呢？啊，小孙可真不错呀，都开始虚拟货币了。然后后来我就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我就只能把这个500填在了备注栏里。然后每到午夜梦回，你知道吗？总能看见这500，就质问我，为什么500不能参与运算？为什么我的工作如此没有意义？我就感觉我所有的努力就像这500一样，一回车就不见了，一回车就不见了，最后搞得我严重抑郁了。后来我就问我自己，孙熙，早知你把这500花了该有多好呀，是不是就不用上报了呀？公司虽然会因此而告我职务犯罪，但500块钱呢，连定罪的标准都不够呀。虽然公司会一直问我要债，但是以我们部门的那个工作量，几十年后才会要到我这儿。我都能幻想到几十年以后，有一个和我一样的愣头青找到我说，奶奶，该你还钱了。而且我们都特别好奇，为啥你只拿走500呀？然后我就特别骄傲地跟他说，因为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这500块钱被人看见。然后我就把500还给了他，他就拿出了电脑，把这500又登记回那张债务登记表里，一个新的零花钱就诞生了。然后我看着他错愕的表情，我凑过去说，要不你也把它花了吧，就当是奶奶给你的压岁钱。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孙熙的锁票倒计时，再次掌声送给孙熙。孙熙为什么在分组的时候你是把自己选到了毛？因为我学脱口秀比较晚，然后感觉就是有很多想要表达和反击的东西吧，就是忍了很多年的东西。这个就是我10年前的事儿，就是我记得我以前看电影的时候说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，所以我就想把脱口秀做我的毛，然后把这些悲惨的事儿讲一讲。我特别喜欢，我觉得他讲了一个像黑色幽默的一个电影，有点想到宁浩的作品，就是疯狂的石头，类似于那种。所以他在说到一些什么早八流氓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有那个画面感，我觉得很戏谑，很诙谐。他还有一个点，我也是觉得很好笑的，但是我不知道好不好这么问啊？就是我其实想问的是罗老师啊。因为他在还钱这事儿是吧？因为他在说到有一群葫芦娃的时候，我当时想罗老师是不是有葫芦娃的一些经验？罗老师是被
围着的那个爷爷是吧？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个官司在打，所以我们有100多个葫芦。但是我们作为有良心的人就不应该做生意，所以就变成我们绝对不是爷。我觉得他们100多个是葫芦爷，然后我们是特别愧疚的。但是，实际到那个操作的时候，有时候也要耍手腕。举个例子来说，他来打官司的时候，我们心里有优先还谁，事后还谁。对。但是这个官司打完了，就未必你能控制这个节奏。但我们底气是我们所有的都还。对对对。但那个的目的不是为了赖，是为了先还这家，所以就故意拖那个。那时候他们也觉得我们挺流氓的，其实就没有。所以我们那儿是来了很多葫芦，都是葫芦爷，然后我们一个劲儿跟人家道歉，所以。没有幸经历过你描述的那种情况，但我估计你也没有幸见过我们这种情况。对对。我后来听你《甄嬛传》的时候特别的感动啊。其实在我讨债的时候，正好那个锤子手机上市了，我还买了一台。哎呀，我那阵感觉我需要锤子手机，感谢。然后我买过 T1和 T2，还给我妈买了 M1。哎呀，买3台啊！哇，所以你没给我拍灯，好难过呢。但是你早说呀！但是你已经很成功的让我特别愧疚了。对，所以哇，这真是吃过亏的人才能说出这话来。是的，是的，了不起了不起。哎呦。